孩子们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2020的10大最爱开价彩妆。那我的10大最爱都在这边了，先挡起来卖个关子。其实我觉得2020年有蛮多开价彩妆的表现都还蛮不错。虽然说因为疫情呢，大家会减少外出的意愿，可是因为现在网购很方便嘛，所以很多品牌都还是一直在出新品。那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注意到一些让人家眼睛很为之一亮的产品。当然我自己也入手了一些。那今天呢，就会把它们收集起来，然后我会跟你们分享我喜欢它们的原因，以及就带到上妆的过程这样子。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分享妆前的产品。第一个就是这个 Alice 他们家的不关灯烹饪提亮液，然后我喜欢的颜色是黄色。他们家的这个质地我觉得非常棒，因为它不会很浓稠，所以你在妆前使用，你要去校正你的肤色，它也不会浓稠到让你觉得会有负担的感觉。但是它很轻薄，可是就可以让你感觉到你的肤色是有被提亮的感觉，所以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它的质地，而且它就这样小小一条。然后其实它的设计就像一般的遮瑕衣一样，所以很方便使用。那我会喜欢这个柠檬黄的原因呢，就浅黄啦，是因为我的肤色比较容易有暗沉的问题。那在妆前如果稍微用一些这种黄色的算适底乳的产品去提亮我肤色的话，后续我在使用粉底液就不用下那么多量，也可以让底妆尽量维持在一个比较轻薄的感觉。所以像我在上粉底之前啊，我可能就是会针对眼下这一块三角区域比较暗的地方，或者是太阳穴这边以及下巴两侧比较暗沉的地方，少量的用这个浅黄色的提亮液去校正我的肤色，让比较暗的地方变亮一点点之后，后续再上粉底，我这边的量就不用压那么多。所以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它提亮肤色之余，又让你的整个肤色看起来是很自然的感觉，它不会让你的皮肤颜色变得怪怪，因为有一些适底乳就它的颜色会太过头，反而让你的那个自然的肤色好像有点失去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它提亮肤色的效果是还蛮自然，不会有那种死白的感觉。所以这条我觉得还蛮适合跟我一样有肤色比较暗沉想要提亮的人来使用，而且它的质地是属于比较水感一点，所以你在提亮的时候不会让皮肤那种干燥感变得很明显，就比较不会卡粉啊。就算你后续再上粉底的话，所以它不管是质地还是提亮肤色效果，我自己都还蛮喜欢的。然后今天因为太阳很亮，所以我可能会不自觉的一直皱眉头。那这个就是我2020年最喜欢算是妆前试体的部分。美彩产品有2位一起上榜，首先是这是 Solon 的天生好手极细三角眉笔，然后我用的色号是04的生物灰。你看它已经被我画光了，就它笔芯几乎是已经没有了。那另外一边这个刷头也被我弄断，所以看起来就有点残缺的感觉。另外一支呢是这个 Kai Beauty 的精准塑形持色眉笔，我用的色号是 BK1 的松露黑。这2支的特点我觉得还蛮像，所以我就一起分享好了。首先就是它们的笔芯都很细，然后稍微带有一点微微的水滴形三角形，所以我觉得你要用来填补眉毛中间的空隙，还是你要用来勾勒这种眼尾比较精准精细的线条都是可以的。那这2支的眉笔软硬度我觉得还蛮适中，就不会太硬让你觉得要画得很用力你才办法上色，或者说太软你一用力就会断掉。它们都还蛮刚好的，然后也很好去上色，真的很好上色，所以你几乎是可以很轻松去描绘出你想要的眉形。像我今天是用 Kai Beauty 这支上妆嘛，因为 Solon 这支被我画光了，我觉得它就可以很轻松去勾勒出我想要的线条，因为我喜欢这种细细的眉尾跟稍微有一点角度的眉峰。那到眉头的地方我今天没有用眉粉，我就是用它这个水滴形的尖端尖尖的地方，像这样子慢慢的垂直往上去撇出毛流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那种笔芯的发色度是还蛮刚好的。然后这2支啊，在另外一端都是有附这种小小的螺旋刷头的，所以当你画完眉形啊，你觉得可能太重，你或是哪个地方你觉得颜色太深，你就可以透过这个眉刷轻轻的去把它晕开来，整个眉色就会变得比较柔和自然一点点。所以一般眉笔该有的特点，其实这2支都有啦。所以这2支眉笔我觉得应该算是去年表现还蛮优秀的2款眉笔，因为它们可以画出来的眉形真的是还蛮精致的，而重点是它们的价格都不会太贵。Kai Beauty 这支好像300多就有，然后 Solon 这支更便宜，好像200多就有，所以我觉得还蛮容易入手的。
在眼影产品一样有2位，首先是这个 Etude House 的皮革工作室眼彩盘，再来是这个婉转色彩迷你眼彩盘的白巧克力盘，都是同一个品牌。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眼影盘通常来讲啦，不太会让人家失望，而且口碑好的眼影盘很多，对不对？那这盘现在讲这盘好了，我觉得应该算是去年推出这么多的眼影盘里面配色，我觉得最接近我平常最常用的颜色，因为它就是整个都是那种暖橘、暖棕、奶茶色调，还有带一点的那种黄色花生色调，所以我觉得完全就是击中我的喜好，整个配色都是我的菜。那它里面的妆感也蛮丰富的，有雾面色，还有这种比较闪一点的亮片色。它的亮片是真的稍微有一点亮片感，不是很低调珠光，所以我觉得它可以低调，也可以创造出还蛮华丽的妆感。而且这盘啊，我觉得它粉质是我喜欢，就是稍微偏松，但是又带一点硬实感，所以你是还蛮容易取粉的。那你在上妆过程中，它又不太会说很容易飞粉，不管是雾面色还是亮片色都是，所以粉质表现我觉得也算是漂亮的。然后延展力表现像这样子，这个是雾面色哦，还不错，对不对？它不会说刷到一半很容易就断掉了，所以延展性是还不错的。还有这个是比较偏打底色的部分，这个是重点色。这个颜色应该算是眼影盘里面最吸睛的颜色嘛，还有一个是偏黄，跟一个是偏那种皮革橘红色，这个就是皮革橘红色，非常非常的饱和。然后我再刷几个里面的光泽色给你们看啊，这个是稍微带有点香槟蜜桃光泽的感觉，你看稍微有一点点亮片，有没有？它亮片感其实还蛮明显的，所以它的妆感会偏华丽。再来这个是比较偏珠光的颜色，就它的光泽感比较低调一点点，微微的小亮片在里面。再来这个是稍微带有一点点珠光感，也是偏重点色的颜色。然后这2个的光泽那种亮片感都比较少一点点，像这个它的那种亮片就比较明显一点。像我今天眼妆也是用皮革盘画的，我自己很喜欢它的配色，层次感很丰富这一点。它不管是雾面色啊，从深到浅的层次感很强烈之外，再来它的光泽色也是你可以感觉出比较闪跟比较不闪的差别，所以我觉得它的妆感是很丰富的。那你也可以日常，也可以比较有重点，因为说如果你想要走比较日常、比较淡一点的感觉，它也是有这种稍微偏暖的大地色系可以使用。那如果说假日你想让妆感有个性更丰富一点的话，它也是有这种比较特殊带黄的颜色，还是这种皮革红棕色在里面让你去搭配，所以这盘的配色我觉得算是很实用的。再来是白巧克力盘，我记得这盘应该算是去年年初那个时候还蛮大的一个话题，很多人在 Momo 开卖前一天就设定好闹钟。那我自己蛮幸运，就是我抢到白巧克力跟黑巧克力。那2盘比较起来，我自己比较喜欢白巧克力多一点。那因为我一看到它，我就很喜欢它里面的颜色，就是比较甜一点点，稍微带一点那种太奶色跟比较软一点的巧克力色，我就觉得它的配色很萌啊，就是你可以在日常画出一个很小清新的眼妆。那这盘呢，我觉得它对于日常来讲就是很实用的一盘，因为它没有太浓的颜色，所以就算你是彩妆新手来使用，也不用担心一个不小心失手的问题啦。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好驾驭的一盘。那它的包装就是跟 Hershey's 巧克力联名的感觉，很可爱。打开来之后呢，里面就是一个6个颜色的配置。那它一样有雾面色，有这种珠光色的感觉。当初让人家比较迷一点是中间这个很像 Oreo 的颜色，它其实没有颜色，它就是刷上去稍微有点白白的光泽跟亮片而已。所以这个颜色我觉得它就是少量的使用，你让它局部稍微有点亮亮就好，不要对它期待太高，就是你可以靠其他颜色去创造层次感，然后最后再用它稍微提亮就好了。再让我们看，首先是雾面色，它的粉质也是属于比较绵一点的感觉，然后发色浓淡度适中，但是眼影盘中最重的雾面色，发色也是偏中上。再来这个颜色呢，是眼影盘中最浅的那个颜色。通常啦，我会把它当做眼窝打底色，因为它真的没有什么颜色，就是让你的眼窝底色看起来比较干净一点这样。那最后呢，是眼影盘中的珠光色，比较偏大地色系那一个，它的光泽感不会很强烈，所以它整盘的配置都是属于比较清淡柔柔一点的感觉，比较不容易失手。你赶时间，就算你只有2分钟可以画眼妆，你随便叠也不太会容易失败的那种配色。所以这2盘就是我去年最有爱的2盘眼影盘。那这2盘的粉质表现也都很好，雾面色
非常的优秀，它的粉质就是很绵密，然后你深色跟浅色在做晕染的时候，它是很好晕开的，所以它不太会产生很生硬的边界感，然后珠光色、亮片色也不会说很容易飞粉还是掉亮片，所以整体而言，两盘的粉质表现都是很优秀，然后颜色也是对日常来讲很实用。你要特别一点，你就选皮革盘。然后这盘我不确定现在还买不买到，但是它的外形就是很可爱啊！恭喜那时候有抢到的人。再来是这个开 Beauty 的无重力非常睫毛膏，这支啊已经是我的第2支，我前面已经用干1支了。现在讲它的刷头，它就是这样子细细的，然后刷头稍微带一点弧形，所以它用来刷下睫毛，尤其越靠近眼角的地方越难刷。它很细，所以它不太会去沾到眼皮。刷头设计我觉得是很加分的。再来就是它的妆感，它刷起来会增加你睫毛的存在感跟纤长感，可是它不会让你的睫毛纠结或是胖到很不自然的感觉，就它刷起来你会觉得你的根部是粗的，但是到尖端的地方它还是细细的感觉，就是比较像你原生睫毛那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它刷出来的妆感是很自然的，就可以增加妆效跟眼神之余，又不会让你觉得睫毛看起来怪怪的或是很难刷的感觉。那它的定型效果，我觉得对于垂睫毛的人来讲也是蛮优秀的，因为像我本身睫毛真的很垂，而且又是比较粗硬的状态，所以通常我要夹很久，然后赶快刷上睫毛膏，我才有办法定型。那这支啊，它的膏体不会很湿润，所以就算是刚开封就立刻使用，你的睫毛还是可以维持在就根根分明，然后整个都是炸出来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它的妆感跟定型效果都是很棒的。再来是这个 Himi 的3色修容饼，我觉得 Himi 应该算是开价彩妆界里面的台湾之光啊，就是你自己可以感觉到他们从早期到现在那个品相越来越完整之外呢，它里面的妆体本身的质感也都是一直在提升的，所以觉得很开心我们有这么棒的一个品牌。那这个3色修容饼我会喜欢的原因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看它的容量超级大，请问我要用到什么时候？再来呢，就是它里面的配置，它有浅色、中间色到最深色，所以针对脸上不同的部分，你可以进行不一样的修容，所以配色是很实用的。那像我脸上的修容啊，我会先修下颚线这一块，我会混合中间色跟最深的颜色来加强这边的阴影。然后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双下巴的话，下巴到脖子这一块也可以稍微打一点点修容，看起来就会有点影子，会让你的下巴看起来比较明显，有没有？然后像鼻子啊、鼻影的地方，你就可以用比较浅一点的颜色混合中间这个色调去进行修容，它修出来的鼻影就不会太过的深，会比较自然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它这个3色配置是很实用，比较不用担心你修出来的感觉会太过的不自然，还是有戏剧效果。所以这盘我觉得它是很好操控，因为它的发色度也是很适中。如果你是修容新手的话，我觉得来使用也比较不用担心失手的问题。再来腮红一样是 Himi 家的产品，就是这个纯色腮红，色号是10号 Honey Beige。这个颜色我觉得很适合你喜欢裸色调、奶茶色调的人来使用。然后对于日常来讲，它也不会太红，它就是这种肉色混合一点肉桂色调的感觉，奶茶肉桂色。所以我觉得它跟偏黄的肤色搭配起来是很刚好的。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偏黄肌的话，我觉得用这颗的效果是很自然的，会让你整个气色看起来是很健康、很明亮的。所以它修出来会让你的脸颊呈现一个很自然的肉色调，对，它就肉色腮红又出现。肉色腮红真的很实用，它这个色调我觉得是很有质感。像我现在脸上就用这颗来上腮红嘛，像我今天眼妆比较重，唇妆也比较重，我就用这种肉色腮红来当做夹彩，这边提升红润度，就不会让你觉得整张脸的重点都这边很明显，这边很强，这边也很强的感觉。所以这个颜色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好的辅助角色。那当然你在淡妆的时候，假设说你今天可能只有刷睫毛膏，你的眼皮上面没有任何颜色，唇彩也很淡的话，我就用这种肉色腮红来提升双颊的气色，它也会让你整个妆看起来虽然说很淡，可是会很有气质。所以10号这个色调我觉得很赞，就不管你是日常用还是正式场合用，都是可以不会出错的一个好媳妇好邻居的颜色。那如果说你是比较偏小麦肌或是健康肌的话，我就比较不建议你们用这个颜色，因为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逛开架，然后我就跟他推荐这个颜色，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嘛。然后因为它是偏小麦肌比较健康的肤色，他用这个颜色他就觉得说比较没有那么显色的感觉，所以他后来就选了另外一个比较偏枫红的色调。所以这个颜色我会比较建议偏白的肤色或是跟我一样中间肤色的人来使用。如果你是健康肤色的话，他们家有其他比较适合健康肤色的色号可以使用。再来打亮是这颗正轩墨的打亮，这个打亮它好像有3个色号，一个是偏古铜色，另外一个是偏粉色。那这颗呢，我觉得很像小精灵的颜色，因为它是
沾到衣服了。白衣悲歌，我厌世。好，在讲它的优点之前，现在讲它的缺点，就是它这个盖子真的很难开。我不知道是我买到瑕疵还是特例怎么样，就是它是这样子扣进去的方式，可是它这个扣子就是很紧，所以有时候我要开很久，那一不小心它那个力道，你开的力道如果太强，你就会不小心喷飞嘛，然后就会发生我刚刚的悲剧，它就会沾到衣服或摔到地上去，它可能就裂掉。所以它这个盖子，好啦，可能是我拿到瑕疵品。它这个颜色就是小精灵的颜色，上面有橘色跟那种淡淡的米色调以及绿色调，所以它整个都是一个很梦幻的颜色。我觉得有点像你从卫星图上看那种，比如说土星啊还是木星那种颜色，它上面的纹路是非常非常梦幻的。那也因为它混合了橘色和绿色不一样的颜色在里面，所以你刷出来的打亮会稍微有点层次感，它不是很单一的颜色，所以它的打亮色泽我觉得是很梦幻、很丰富的。这边让我们看啊。整体而言，它的色泽还是偏自然的。那我会选这颗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偏黄的肌肤，所以我那时候看到橘色，我就会觉得，好像比较适合我的皮肤。果不其然，你看它刷上去，就会很自然的柔和你的肤色，它会稍微有点透出你肤色的感觉。所以这个色调，我就会放在偏黄肌上面，还蛮适合的。然后我现在脸上的打亮也是用这颗嘛，你看。它的那种高光冲到立体的效果还蛮强烈的，就你多刷几次，它的亮感会比较明显一点点。但如果说你要低调一点，就是稍微抓的少一点点去刷，它也是可以创造那种比较自然一点的光泽感。但这个光泽我觉得还蛮美的，就你跟你的腮红搭配在一起，它会让你的颊彩这边变得很立体，很有光泽感，然后颗粒感也不会太过明显，它就是淡淡的有一点微微的亮片感。但不会让你觉得很粗糙的感觉。如果说你放到这么近看的话，当然它还是会有点显皮肤纹理的。不过我觉得整体而言，它的光泽质感是好的。所以这颗打亮，我觉得它整体而言表现都是很赞的。不管是它淡淡的刷呈现透透的光泽，还是你要刷浓一点呈现这种立体的曝光感，它都是可以办到可攻可守的一盘。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包装，真的是等一下赶快去洗衣服。最后唇彩是这个 Etude House 的诱吻任务蜜唇粉，色号是 BR404。这支啊，它是皮革工作室里面的其中一支，它有分为403跟404，然后我比较喜欢404。404呢，它是一个就是皮革红棕色调，柔和了一点木质色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它擦起来会很衬肤色，会让肤色看起来很显白，然后对偏黄肌来讲也是很友善的一个调色。而且它的质地啊，就是绵绵柔柔的。如果你厚涂啊，它的存在感会比较明显一点点，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怕闷闷的话，就是像这样子擦上去之后，再搭配你的指腹或是刷具、棉花棒都可以，去把它的质地给推散开，分散它质地的存在感，它的妆感就会变得再更粉雾一点点。但是它不会因为推开来之后，它的颜色就不饱和哦，你看它还是很饱和，所以这支我觉得它遮盖唇色的效果表现还蛮优秀的。那它的妆感啊，因为比较偏雾一点点，所以老实讲它是会有一点干的。我会建议，如果你的唇纹情况比较明显一点的话，可能妆前的唇部保养要先做好，或是先做好一些去死皮的工作再来使用，它的妆感才会比较服帖一点点。然后之前有网友问我说，用这支会不会带妆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显死皮？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就是如果你平常的唇况有保养好的话，用这支不会产生太过明显的后续问题啦。我现在嘴唇擦的就是这支唇彩，你看它叠擦呈现饱和的感觉，会还蛮强烈，是一个很有秋冬气息的皮革红棕色，很红润的一个颜色。但是如果你少量的用，让它稍微有点透出你唇色的感觉，我觉得也是蛮清透漂亮的。所以这支它的妆感，我觉得也是可以。根据你自己日常的习惯去调配的。那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饱和一点的唇妆，所以我就这样擦。然后它的质地啊，你刚开始抹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湿润感，可是它会随着时间，像我这样子一直讲话，水分流失的话，它会变得比较干燥一点点。所以如果有唇纹问题的话，像我本身有唇纹，它还是会有唇纹，它不会说修饰唇纹，但是它也不会让你的唇纹变得更深，还是干裂的感觉啦。所以如果你本身很在意像这样唇纹跑出来的问题啊，可能就是上完唇彩之后，等它干燥，你稍微再叠一点点护唇膏上去，让它表面变得比较润泽一点就好。但我不建议用太多，因为它不是
完全的防转印，就是它稍微碰到水还是油脂还是会融化的那种质地哦。所以如果说你要让你的唇部变得比较滋润一点的话，你就是拍一点少量护唇膏上去就好，用量不用太多。然后这支唇彩，因为它的质地刚开始会比较湿润一点点，所以我会建议你刚擦完唇彩的时候不要急着讲话，或是马上就出门，你给它一点时间干燥，然后把你唇部内侧多余的唇彩给清干净之后，它比较不会粘在你的牙齿上面，因为会有一点尴尬。好，那这个就是2020年的最后一样最爱彩妆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你们2020年的最爱彩妆有哪一些，来看看我们有没有一样的。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别忘了喜欢加订阅哦。那么再见，拜拜。